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戴伟山发言人、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林佩祥委员。好，川普哦，反正每天变来变去，我觉得川普现在扯什么东西哦，就是你去扯吧，哦，他原来呢好像是想寻求第3任期的。哦，美国已经有共和党众议员已经说哦要鼓他选第3任期，同时呢，好像那些法律专家也在研究宪法到底能不能改啊。但是呢，他可能是不是觉得希望不大了哈？他说这不是我想做的事，哦，那我只要有光辉灿烂的4年就够了哦。他说呢，那你就问他那到底谁呢？啊，谁可以接你？他说范斯或是卢比欧，卢比欧不过在1个多月前还都不想干国务卿了。哦，说怎么回事？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都没有找我去商量啊！川普任命了他5个特别大使，比如驻中东大使、驻这个派这个去那个乌克兰大使等等哦，就是说这些人在白宫还有办公室，卢比欧在白宫都没有办公室哦，卢比欧在国务院嘛，说这些人哦，川普随时把他们找去讨论，都没找卢比欧，现在卢比欧居然变成川普可能说第2任这个下一任要交给他。说伴君如伴虎，随时会翻脸啊、哦！那另外呢，川普呢说，对于好莱坞的，就是外国的影片要课征100%的关税了哈。因为上个礼拜我还在说哦，这个现在加州的好莱坞已经快垮了，大家不在美国拍片了，哦，他在哪里片？可能远到东欧的布拉格啦，哦，或是到什么布达佩斯啊。我到这个北非的时候也看到那边有不少的。哦，摩洛哥啦，有一个大影城啊，他们说美国人这边拍西部片了，因为有点像沙漠，看起来有点像加州啊。为什么？太贵了嘛，在加州，在好莱坞那个人太贵了，哦，还不如到外国去哈、哦。是美国公司哦，美国公司在外国拍片，然后在全世界播映。川普说这不行，这影响我美国的这个影片，所以呢，就算你是美国公司，你在海外制作，把我们的这个制片人把我们的这个导演都挖走了，所以以后所有外国到美国的电影呢，就外国制作都要课100%的关税啊、哦。那另外呢，对中国，川普又说某个时间我会降低了，现在145%太高了，145%等于是禁贸易了哈，禁止了哈。他说呢，没有安排跟习近平说这个礼拜没有哦，他之前有啊，人家否认了啊，那他未来怎么通呢？他说这周没有哦。川普讲话，大概慢慢那个话术，大家也摸得出来。这周没有，那下周会不会有呢？再说，我不知道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大陆表态说呢，这个双方应该理性沟通哦。如果双方都放软，其实是好事了啊、哦，就至少让这个贸易战不要一直打下去了哈、哦。但是呢，因为川普的反复无常，所以美国很多企业暂停财测，已经不预测了。那预测也没用啊，你不知道会怎样啊，因为太不可靠了嘛。所以呢，这个达美航空警告说呢，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业绩呢成长大幅停顿，哦，尤其机票，因为他们机票价格很敏感哦，他要订啊，航空公司也不敢先告诉你，很多都告诉你到时多少钱，给你算多少钱，事先都不讲的哦。所以呢，美国航空也这个 AA 也说，低收入民众已经减少搭乘飞机了，也没钱搭了。哦，虽然这2天油价降低哈，但是显然航空公司还是很紧张，不知道会怎样哦。所以呢，福特也是财报说不表示今年获利会提高哦。Stellantis 呢是说呢暂停公布今年获利预测。Snap 保留对本季财测，所以股价跌了14%，企业被他已经搞死了哈、哦。川普说呢，又不排除我要打格陵兰，不排除，我不是说我会，但是我不排除。哎，一个总统这样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哦，因为我们需要格陵兰，而且呢，我也看不出我们要对加拿大动武力，但是我告诉你哦，我已经跟新总理卡尼通电话了哦，说呢，这个下礼拜卡尼要来，我到时候不排除谈论加拿大变成我的51州吧。卡尼就是因为反对，所以卡尼才当选的，本来以为垮了，一下民调多了20%，现在澳洲啊。这个加拿大都因为靠反川普、反美，所以那个时候台湾说你不能反美，都是靠反美才当选的哦。新加坡大选大赢，
而且呢，人民信众比上次多4%，也是靠要稳定，也是靠批评美国哈。那加拿大呢，居然还出现反美友中，这没有的事情呢。2022年、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支持跟中国好的只有5%、7%，这次做调查已经到36%了。哦，只有16%的人认为说加拿大跟美国好啊，加拿大以前跟美国多好啊，对不对？我们到加拿大从华盛顿州上去，根本不要签证，直接开车就过去了。我在那个尼加拉瀑布，这个过了也就是加拿大了。你只要有美国签证，不需要加拿大签证了，他就承认美国签证就去了。哦，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这边餐厅都满了，我跑到对面去吃饭，然后带到 Outlet 去买一点东西，来来去去，你知道美国签证都很方便了。现在呢，加拿大跟美国恨到这个地步，而且加拿大现在已经鼓励爱用国货，哦，用加拿大货，不要用美国货。我们看一下。除了美国，川普现在还要让好莱坞再一次伟大。他在社群发文宣称，要启动对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课征100%的关税。Runaway production is a global phenomenon. Filmmakers go to Canada, to Great Britain, to other countries to make their movies, which is very real and a big problem for U.S.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不只要让美国制作团队回流，川普也是剑指大陆，特别是好莱坞电影近年都能看见大陆品牌的影子，让美国有点感冒。就职100日后继续大刀阔斧，川普最近也透露他无心恋战。Are you seriously considering a third term? Mr. President, even though it's prohibi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m looking to have 4 great years and turn it over to somebody, ideally a great Republican. 松口不想迈入川普3.0，他还澄清先前开卖2028年应援小物，全因大家爱他。So many people want me to do it. Again, kind of textbook Trump formulations in due respect. I guarantee you this is not the last time he will dangle the third term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going to have a big, beautiful parade. 同时，美国陆军还宣布要在川普6月14号生日这天举办阅兵庆祝，预计花费约13亿台币，出动6000多名士兵、150辆战车，还有50架直升机。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除了引发劳师动众的疑虑，川普最近喊出要把11月11号退伍军人节更名为1战胜利日，也引发退伍军人不满，认为是一种侮辱。凤琴，其实现在的全世界的反川普的浪潮啊，加拿大其实只是第一个骨牌，因为它是再戏剧化也不过了。2个月前呢，其实这个卡尼的民调呢还落后于这个反对党20个百分点。2个月的时间打着反川普的名号，它可以逆转，然后呢不但大赢，而且呢反对党的这一个党魁自己在自己的选区都选输了啊。那这一次呢，在澳洲就昨天才刚刚选完，这是第2张骨牌。这张骨牌呢，虽然没有像加拿大这么戏剧化，可是3个月前呢，他的反对党，也就是保守派的自由党呢，其实领先现在执政的工党，也是领先了4个百分点。然后现在呢，工党大赢，他不但单独过半，而且呢，自由党的党魁在自己的选区也选输了。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顺昌者亡，逆昌者胜，就是在选举上面出现了这样的浪潮。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到的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呢要举行的是期中选举，他们呢总统任期是6年，他们跟美国一样，就是呢每一半的任期就会有一个期中选举，所以呢这一次要选的呢就是他们的期中选举，参议院改选一半，众议院全部改选，而且地方政府有非常多的地方都要改选。那这一次我们都知道说他是亲美的小马可仕，然后跟亲中的杜特地家族的一个对抗对垒。在上个月4月12号，菲律宾自己做的民调，小马可仕的支持度已经从在前1个月的42%降到25%了，而杜特地呢，也就是沙拉杜特地的民调从52%上升到59%，这一来一回刚好形成极强烈的对比，这边是42降到25%，那边是52升到59%，所以这个国际上面的骨牌其实还在发展当中，因为下个月就是韩国的总统大选，7月份的时候呢是日本的参议院的选举。那这一些骨牌效应都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不去回应你自己内部的反川普的声浪，那么你将会受重伤。我觉得政治人物在这方面的学习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好，那现在这个是美国的反川普的一个浪潮，我觉得关键点在于，那台湾呢？
其实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跟这2天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都提到了台湾，他们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川普任内的台湾处境。《经济学人》是用国际环境，认为说川普这样恶搞的结果不会有盟友跟美国在一起，那台湾更危险。因为呢，一旦两岸发生了战争，就算美国希望能够号召盟友来帮忙台湾都不可能，因为盟友不跟你站在一起。可是呢，我觉得杀伤力比较大，反而是外交政策的这一篇期刊，因为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齐维斯，他呢是偏共和党的。这一篇哦，明白的告诉川普说，赖清德现在正在切香肠，他很危险。他正在制造危险当中，而这个危险呢，会把你美国拖进去。这我们等等会谈，我们会谈。你说他是亲共和党，民进党不说，民进党说他是亲共。那个，真的，民进党说他一向是亲共。来，那么提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啊，都面临一个叫川普海啸。川普现在丢这个关税出来，然后现在让全世界的主要他的 partner 啊，主要跟他来往的这些国家，必须要升值。你看我们台币，我们稍微等一下会谈哦，一下啪就升10%，10%等于关税加10%。好了，现在消息出来了，说我们去谈了，第一轮谈了大概是15%到20%，最好算15%好了，加10%升值10%，那就是25%。请问现在我们去美国几%？6%，名目关税6%，一下子增加快20%，这个对出口厂商怎么受得了？哈，这第一个我要强调的。那第二个，你看到全世界除了台湾以外，台湾现在还抱着川普的大腿啊，拼命抱着美国不能放。其他几乎每个国家，几乎重要的国家都是怎么样？都是想办法是遗传派。他们讲以美派也可以，因为川普毕竟是总统嘛，他一下来影响的政策太大了。现在比如说有个东西要打击非法移民。有多少在那里的亚裔的人已经在那里落地生根，拿美国护照几十年了？他们现在都很紧张出门要带护照否则的话，一看你东方人抓起先抓起再讲先抓走再说你赶出去递减出境。然后另外一个，很多拿绿卡的人现在很惨。照理讲拿绿卡你就可以进出，现在来讲的话，绿卡他很怕出去再进来，进不来了，基本上进不来了。所以整个来讲，你会发现到。川普大帝，他真的是川普大帝，他每天变来变去，他变成一个川普海啸，对全世界的经济是很大的伤害。好，我们看到美国多少的经济的一个机构预测说，美国今年的经济衰退的几率，原来说30%，后来说40%，后来说50%，最近60%，有人说70%。已经这个样子，所以变成是那美元资产现在来说的话，包括美债、美元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反正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是美国的东西。比如说你买了美债、美元的资产，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变成大家都要把它dump掉，想把它卖掉。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样？比如说全世界有一股浪潮，叫什么？卖出美国，出卖美国，变这个样子。独的台湾。拥抱美国，拥抱川普啊！伟大的川普抱得越紧，这个赖清德他的政治行情他就越稳，他抓了这个样子，政治考量他就抓川普。其实全世界都不是这个样子。不过你刚才提到绿卡我今天看一个新闻，拿绿卡人现在要很小心了，不要随便离开美国。对，为什么说以前老美对有绿卡人是比较宽容嘛，入境？他说现在拿绿卡跟拿留学生护照。跟拿留学生签证、旅行签证是一样的，非常严格盘问你为什么离开美国那么久，你去干什么等等一大堆，随时鼓励你把绿卡放弃掉。所以呢，这有绿卡人要很小心。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前两天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 AI 合成的，是 AI 合成的，但我以为是大家乱搞的。就是说川普才去参加了教宗的这个等于是那个算是丧礼了才去参加然后呢，怎么就搞成把自己变成教宗？虽然他嘴巴有讲他说我希望变成教宗他自己有讲，
但是我觉得是开玩笑嘛，怎么搞个像这个照片这样出来？你像天主教，全世界14亿天主教徒，看了生不生气？你自己想想看，教宗才过世没多久，新的教宗还没出来，你就搞这东西，你对天主教来讲是个很大的侮辱嘛？你要干嘛呢？后来没想到是真的，他自己弄的。然后不但他自己弄了，白宫也还转贴，白宫White House 看到没有？白宫哦，然后这边呢还写是川普自己的脸书，然后白宫也转贴，这拍马屁精。旁边人应该劝他说：“你不要这样搞。”表示白宫旁边的人，他身边人没有人敢劝他，不但不劝他，还火上浇油帮他搞这东西。你看，不是你是算什么呢？是有必要这样？你当美国总统当的还不过瘾吗？还要当教宗才过瘾，因为有14亿人，美国只有3亿人嘛所以很难想象到底是这个人到底脑筋想些什么？而且旁边没有人能够约束了他，这才可怕。通常你讲完以后呢，旁边有人约束你也罢了。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做事的时候，同事就告诉我说，我们老板身边有两种人，一种是白猫，一种是黑猫。黑猫专门讲他不爱听的话。但是老板天天讲他不爱听话，他也受不了。但老板白干，所以有一半的白猫拍他马屁的，所以一半的黑猫，一半白猫平衡一下。但现在全部是白猫，没有黑猫，全部是拍他马屁的，就很麻烦，好吧？习近平5月7号访俄罗斯，终于证实了那而且要跟普丁说呢举行战略沟通，好像还有阅兵那美国也要阅兵川普也说你将来看到我们美国阅兵这是一个最大规模的阅兵。然后呢，普丁说，中俄关系本身增强了全球的稳定性，就是说，本来大家认为说俄罗斯造成全球不稳定，现在看起来呢，川普造成全球不稳定。反而他说我们两个他跟习近平两个呢是增加全球的稳定性，平衡川普的不稳定甚至搞全世界变成什么另外钓鱼台因为呢日本有一个民航机进的钓鱼台领空，大家本来讲好他都不进来，所以中国呢这个船舰上的A9直升机就上去了你是干嘛进来？干嘛到我们领空干嘛？本来就大家都不进也就算了，那你现在进来我就要进来。然后日本呢赶快 F-15也紧急升空但没有真的打了，你上来我上来你上来就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中国呢是出动直升机来驱离日本的民用飞机到钓鱼台上空然后呢日本大使还向日本提出大陆大使还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你什么意思跑到我领空上？因为大家都说那是他领空，这台湾照理也说那是我们的领空，而且我们在钓鱼台还有什么地址户籍对不对这次我们都不讲话了。照理讲，这时候你要讲话，你不讲话你就默认是人家的嘛。好歹你输人不输人也讲话，都没讲话那大陆国防部要求你要约束你的公民活动虽然不是军队，对你民航机也不能去你要约束然后呢，日本说呢是你来侵犯我的领空，侵犯我的领海，中国你颠倒是非。这是我们他们中国固有的领土等等我常讲说，日本说是他的，中国是他的，台湾也要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就是大家吵嘛，大家吵，将来你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你说都不吵，你都不讲话，将来你就默认说你放弃了。我们看一下，日本海上保安厅清楚拍下中国大陆海警直升机从海警船上起飞，在钓鱼台列屿周边绕了15分钟才离开。日方还指控，同时有4艘大陆海警船入侵领空领海。5月3号，中国海警舰艇在钓鱼台巡航，发现一架日本民用飞机。上午11点19分进入钓鱼台领空，中国海警随即反制，日方也不肯示弱。昨日午後、尖閣諸島周辺の海域に領海侵入していた中国海警局の船からヘリコプター1機が飛行したのを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の巡視船が確認しました。日本自卫队紧急派出2架 F-15升空应对，并透过外交管道向大陆政府抗议。中国驻日本大使武江浩也就日本民用飞机进入钓鱼台领空，向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还召开海上执法专题访谈。近几年加强了舰艇、航空力量执法能力的建设，我们重点开展了低空巡逻。东海引发中日交锋，南海情势更为紧绷。被视为严防大陆军事扩张的美菲肩并肩实弹军演，近日模拟海岸攻击，派出多架军机、坦克在海岸线开火。南海主权，大陆态度强硬，寸土不让。共军最新公布照片显示，南部战区海军登陆舰支队、峨眉山舰、罗霄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也前往南海军演，加强官兵作战能力。那去看，
你看，川普1月20号才刚上任，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他那个满百字的那个民调，对不对？掉了70年来美国总统最低的。可是你看他乐在其中，连加拿大这个卡尼要去访问他都可以，要去之前他可以先跟放话说，我要跟你谈，你加拿大变成我第51州，这段时间变成什么？川普啊，一直把他的兄弟把他拆开，或者把他朋友赶走了，然后把朋友赶到哪边去？你看，习近平现在到处去交朋友啊，他现在跟普丁要碰面啊，所以整个那个世界局势跟那个地缘关系已经快速的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了。那刚刚赵大哥给我们看，连钓鱼台都可以变成紧张关系。日本那个民航机进入是从中国那个领空，然后中国你看那个直升机就起来了，两边都开始对峙了。钓鱼台领空啊！你看稍微中国大陆说他进入是中方的嘛，然后日本说你是进入是我这边的，两边就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所以你看是多么紧张的一个局势。那可是要讲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这2-3天我全部都到中南部，开始去看很多厂商，去跟他们座谈。他们现在碰到2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我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每个人脸色都非常不好。他们说那个台币升值那个台币升值1块钱那个，他们说前3个月赚的钱全部就一夕之间就泡汤了。然后今天一早又一堆电话来，今天就升了将近1块哦。你看那个，如果这个事情如果政府不好好去处理，而且看起来美方那个压力是已经来了嘛，那你再这样再搞下去的话，我们那个整个出口是会崩掉的。另外一个也是很严重的，就是关税，他们现在因为川普太善变了，所以他们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啦。他们说现在连那个订单来也不晓得要不要接啊，报价也都不敢报了，没办法报，都不敢报了，因为报价就是美金报，我们那怎么办？对啊，现在都不敢报价了。那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什么？他们说有些订单还比较平顺的，赶快赶工把这90天这个还在缓冲期的，赶快做一做，赶快出去。可是有些都已经不准备说继续要做了。那今天传出最新的消息，就刚讲的，我们派了代表去，然后说可以争取到很好的这个关税。现在听说现在过来是什么15%到20%，你再把台币升值再加上去。老实讲，我觉得台湾这一次这个双台效应太严重了，所以我做两个呼吁非常重要。第一个，我们好的这个谈判啊，一定是有取有给，一定也要有人拿。我们不能够马上就投降，然后全部都美国，特别是川普，刚才讲反川普的这个声浪已经起来，你不能够全世界人家都要跟川普在喊价的时候，临时破帽。日本那么好，他都讲了，你关税一定要给那个日本的关税不给有优惠，那个汽车不给有25%那个一些优惠。他说我就要开始要丢你的美债了。连日本都这么强硬了，全世界大家都已经硬起来的同时，不能够只有赖清德总统还在往后退，双手是投降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更严重的，现在这个台币如果再这样升值下去，对我们整个产业跟整个国家影响太大了。现在4点半，杨金龙开记者会了，一定要挺住。你现在看起来美方压力是很大的。日本一个广场协议，你看没落了30年，从以前日本第一个币值的这个大战之后，整个都影响都很大的。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撑住。基本上了哈，就是我相信我们是谈的了哈，因为一定是台湾、越南、日本、韩国一定第一个谈。为什么？因为赚美国钱最多嘛。我谈一定对你们这个是跟我贸易逆差最大的，现在开始谈嘛，而且认为你们会让步嘛。那现在越南跟韩国谈的没有，我们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大家专门都不讲。韩国说不急。那么日本呢？日本呢？本来美国认为石破茂会让步的，日本对美国一向让步嘛。那石破茂这次很强硬，所以看起来也没什么让步。那现在台湾到底怎么样？听说我们这个很高，郑丽君都进了华府，以前不让你进华府的行政副院长，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没有看到，结果台币就一直升。这换句话说，你等于是我们央行总裁还是说不是美国压迫了，是我们其他的大家要来买台积电啊等等外资汇进来了，然后呢，我们的外销厂商呢赶快急着先抛汇啊等等，这当然都是原因，但那不是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是你要让步了，这些只好赶快跟着让步嘛，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纯美金的赶快换汇啊，等等，道理就在这边，所以你重点是你让步嘛。对不对？当你现在自愿被强暴，就是我不是被强暴，因为我是自愿被强暴，有这种事情吗？不唾面自干吗？贝强，以前川普最有名的是他以前主持过一个实境秀，叫做 Who's Apprentice， 谁是接班人？我觉得他现在在白宫演这一套。不，因为当初 Mark Rubio 也本来不想接国务卿，那 JD Vance 一天到晚在外面闹笑话。不过对他来讲，似乎忠诚跟揣摩上意是最重要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刚刚也讲到说，现在为习近平去见这个普丁，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这一次在他们美国国会，他们已经正式提出来要终结美国对中国在美国的那个最优惠国待遇，也就是所谓的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
英文叫做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他们之间的贸易是零关税的，可是，在后面的在未来，如果这个最优惠国待遇被解决之后，变成有35%的关税在所有事情上面。所以插一句嘴，所以那个永远是不可信的，不可信的。所以永远不要相信我永远怎样。最糟糕的就是说，现在变成是说，全世界都是因为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所以整个的地缘政治关系，甚至整个供应链，说全球供应链，现在全球化已经是 out of window。而所以而这个时候，我记得以前那个应该是季辛吉吧，季辛吉讲过一句话：美国在国际之间最大的噩梦就是中国、俄国跟阿拉伯联盟3个合起来，当他对付美国的时候，因为中国目前来讲，在21世纪是一个军事跟经济实力都是排名第2的强国。那在季辛吉时代还很弱呢。对，不过他们是担心是说，他们看到未来了。俄国因为俄国他现在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他们虽然受了伤，可是他们也完全脱离所谓的全球经济体。那另外一方阿拉伯的话，阿拉伯有钱。阿拉伯有油，所以当他们又有经济实力，又有钱，又有军事实力，三个合起来的时候，就变成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大的噩梦。而美国一直想办法跟俄国要拉在一起去抵抗中国，但是现在习近平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习近平主动去俄国去谈。那至于说，我看到石破茂的状况是说，他其实在往这个案子上面来讲，以国际谈判来讲，其实是一种2手策略。一方面，我需要跟你中国合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国土我绝对不能，我的国威我绝对不能让。所以一下子 F-15就派出来了，一下就是很强硬的态度。因为在国际谈判里面，你对国土的退让是表示你在国际之间谈判的弱势。你不能没有表示，而且你一定要强势。你不强势，人家就觉得你软弱可欺。这一点，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做得很差，因为钓鱼台这件事情，我们虽然跟日本友好，但是不见得跟别人友好，我什么都要让。这一点是我觉得最不能谅解的。当中国跟日国在吵钓鱼台是谁的时候，台湾中华民国，我们这也是我们的领土。如果我们不表态，就被人家占便宜。可是在这个案子上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表态，这就变成是说，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是绝对吃了闷亏，而且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主动权让出去，变成未来如果中日之间要任何合作，我们没有任何筹码跟他们谈，因为这一次谈判我们没有出手。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在这整个中日的那个钓鱼台上面，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本来台湾渔民呢到钓鱼台里面去捕鱼都被日本驱赶的了，但日本那时候担心说马英九跟大陆有一个什么渔业协议，日本马上就签了台日渔业协定，所以我们的渔民就可以去。国际形势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敌人。你对我好，对我们合作有利，我就合作；我合作不利，我就跟他合作，就是这样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